第43章，惊喜。天黑了，乔一个人躺在旧沙发上，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炉火。他喜欢这样度过黄昏时分，不受任何人打扰，头枕着贝丝的小红垫子，构思着故事，做着白日梦，或者温柔地回忆着那位音容宛在的妹妹。他的神情疲惫、严肃，而且相当悲伤，因为第二天就是他的生日。他想着岁月流逝得多么快，自己正变得多么老，而他又取得了多么微不足道的成就。快25岁了，却没什么可炫耀的。乔这样想是不对的，他有很多可以炫耀的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不仅会看到，还会为此心存感激。这样下去，我会变成一个老姑娘，一个与笔墨为伴的老姑娘，没有孩子，只有作品。也许20年后会有一点点名气，但是那时，就像可怜的约翰逊一样，我已经老了，不能享受或者分享，也不需要了。好吧，我想我不一定要做一个痛苦的人，或者一个自私的人。我想老姑娘习惯了以后，可以过得很好。但是，乔叹了口气，觉得未来不太光明。前景很少光明。从25岁的视角来看，30岁似乎就是一切的终结，但真相并不像他所预示的那般糟糕。只要有坚实的后盾，依然可以继续幸福。25岁时，年轻姑娘们开始谈论单身的可能性，但私下里，她们觉得这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30岁时，她们什么也不说，但默默地接受了现实。如果她们聪明，就会安慰自己，认为自己还有20年的幸福时光，可以优雅地老去。年轻的姑娘们，别嘲笑老姑娘，因为她们通常非常敏感。在朴素的衣着下，跳动着的心脏里隐藏着悲惨的爱情故事。她们默默地放弃青春、抱负和爱情，这使得她们暗淡的容颜在上帝眼中显得格外美丽。即使是那些悲伤和刻薄的姐妹，也需要理解，因为她们没有体验过生活甜蜜的一面。要用同情，而不是轻蔑的眼光看待她们。你们这些正值花样年华的年轻姑娘们，记住花会凋谢，容颜不会永远光滑红润，棕色的头发会出现银丝。到了一定的年纪，温柔和尊重对你们来说，会像今天的爱情和钦佩一样珍贵。先生们，我说的是你们，年轻人，对老姑娘要有礼貌，不管她们多么贫穷、不起眼、多么古板，因为唯一值得拥有的绅士风度，是那种促使我们尊重长辈、保护弱者、服务女性的风度，无论她们的社会阶层、年龄或肤色如何。记住，那些好阿姨们，除了唠叨和操心，还照顾过你们，常常没有人感谢他们。他们帮你们摆脱过不止一次困境，在他们微薄的预算范围内，给过你们零用钱。他们那双苍老而耐心的手，为你们缝过许多针线；他们那双年迈的脚，为你们走过许多路。所以，不要忘记出于应有的感激，给予他们那种每个女人都期望在一生中得到的关怀。你们的态度不会被那些眼神明亮的年轻姑娘们忽视，她们会因此更加看重你们。如果死亡，那是唯一能将母亲与孩子分开的力量，夺走了你们的母亲，那么你们肯定还会得到一位未婚阿姨温柔、温暖、充满母爱的拥抱。她会在自己孤独的心中，永远为世界上最好的侄子保留一个特殊的位置。乔一定睡着了，我想读者听了这些话也会睡着，因为他突然看到牢里的幽灵就在他面前。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幽灵，他正弯腰看着他，脸上带着那种他有所感触，却又不想让人看出来的惯常表情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既困惑又一言不发，直到他俯下身亲了他一下。然后他知道是他。
猛地站起身来，高兴地喊道：“泰迪，我的泰迪！亲爱的乔，那么你很高兴见到我吗？”“高兴！天哪，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我有多高兴。艾米在哪里？”“她和你的妈妈在梅格家，我们在路上停了一下。我无法把我的妻子从那里带走。”“你的什么？”乔喊道，因为劳里说这2个词的时候带着骄傲和满足。“哦，糟糕，我说出来了。”他看起来很内疚，这让乔忍不住扑了过去。“你们结婚了？”“是的，但是我保证不会再结婚了。”他跪下来，双手合十，像一个忏悔的人，但是脸上带着胜利者那种狡黠而快乐的表情。“你们真的结婚了吗？”“我想是的，谢谢。”“拜托，你接下来还要做什么荒唐事？”乔倒在沙发上，几乎要叫出声来。“这是一种很新奇的祝贺方式，不过倒是很像你的风格。”劳里回答说，他仍然跪着，但脸上洋溢着满足。“你希望我怎么样？”“你像小偷一样不声不响地溜进来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告诉我这样的消息。站起来，别傻了，把一切都告诉我。除非你让我坐在我一直坐的地方，并且保证不用垫子筑起壁垒，否则我什么也不说。”乔笑了，因为他很久没有这样做了。他拍了拍沙发，示意他坐下，用亲切的语气说：“就靠垫在阁楼里，已经用不着了。到这儿来，把一切都交代清楚，泰迪。”“我很高兴你叫我泰迪，你是唯一一个这样叫我的人。”劳里高兴地坐了下来。“艾米怎么叫你？”“我的主人。”“这很像他。”“你看起来确实像个绅士。”从他看他的眼神可以清楚地看出，乔觉得他的小伙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英俊了。垫子虽然不见了，但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着一道壁垒。这是一道合乎情理的墙，由时间、分离和他们内心的变化共同铸成。2人都感觉到了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们互相凝视着，仿佛一道无形的屏障在他们之间投下了一丝阴影。然而，当劳里故作庄重地说出下面这句话时，那份疏离感立刻烟消云散了。“告诉我，我看起来像个已婚男人，一个真正的家长吗？”“一点也不像，而且我觉得你永远也装不像。虽然你长高了，也更强壮了，但你还是那个老样子，一点没变。”“乔，你应该对我更尊重些。”劳里开口说道，他玩得很开心。“怎么尊重？一想到你结婚了，安定下来了，我就觉得好笑，根本严肃不起来。”乔回答道，他的笑容极具感染力，2人都笑了起来。之后，他们终于可以像从前那样好好聊聊天了。“别冒着严寒出去找艾米了，他们都往这边来了，我实在等不及了。我想第一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，看看你的反应。当然，但是你从结尾开始说，把故事都给毁了。好吧，现在从头到尾告诉我一切，事情是怎么开始的，我急着想知道。”“我这么做是为了让艾米高兴。”劳里说道，带着一丝狡黠的窃笑，这让乔惊呼道：“第一个谎言，我敢肯定，是艾米为了让你高兴才同意的。继续说，先生，但请说实话，如果可能的话。”“哇，他开始有反应了，很高兴看到他这样，你不觉得吗？”劳里看着壁炉，仿佛在和火焰对话。
火焰也随之增强了亮度和强度，好像在赞同他的话。你看，因为我们是一体的，所以谁同意都一样。我们原计划1个月前和卡罗尔一家一起回家，但是我们突然改变了主意，决定留在巴黎过冬。但是我的爷爷想回家，而且他来欧洲是为了陪我。我觉得我不能让他一个人走，我也不想和艾米分开。但是卡罗尔太太坚信英国老式的监护制度和那些胡说八道，不允许艾米陪我，所以我干脆地说，我们结婚吧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了。引号，你总是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并非总是如此。老李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语气中的某种东西让乔赶紧岔开了话题。你是怎么让姑妈同意的？不容易，但是我们俩一起说服了她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理由。没有时间写信征求同意，但是我们知道你们都喜欢这个主意，而且已经接受了。所以这只不过是个形式，就像我妻子说的那样。你看他对这2个词有多自豪，他有多喜欢说这2个词。乔也对着壁炉说，很高兴看到他朋友的眼睛，上次见面时还那么悲伤和暗淡，如今闪耀着幸福的光芒。别在意，她是一个如此迷人的女人，我不能不为她感到骄傲。好吧，正如我告诉你的，叔叔和阿姨都成了礼仪的捍卫者，而我们又爱得神魂颠倒，什么也想不了，于是我们决定结婚，来简化问题，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。但是什么时候，在哪里，怎么样？乔问道，任由一种无法控制的狂热的女性好奇心驱使着他。6个星期前，在巴黎的美国领事馆，婚礼当然非常低调，因为尽管我们很幸福，但我们一直惦记着我们亲爱的贝斯。听到他说这句话，乔握住了他的手，老李抚摸着那个充满回忆的小红垫子。你们为什么没有马上通知我们？乔在片刻的沉默后，压低声音问道。我们想给你们一个惊喜。我们本来打算直接回家，但是我的好爷爷，我们一结婚，他就说他需要1个月的时间，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才能动身，并建议我们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度蜜月。有一次，艾米说过瓦尔罗萨是度蜜月的理想之地，所以我们就去了那里，度过了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。想象一下，在玫瑰丛中相爱。乔觉得老李忘了是在和他说话，他为此感到高兴，因为他如此自然、毫无保留地向他讲述这些事情，清楚地表明他已经忘记并原谅了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。他正想把手从老李手中抽出来，但他好像猜到了他的意图，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，用一种年轻人身上少有的严肃和成熟说道：乔，亲爱的，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，之后我们就永远忘记这件事。正如我在信中提到的艾米对我有多好一样，我永远不会停止爱你，但我的爱已经改变了。我明白这样更好。艾米和你已经交换了在我心中的位置，仅此而已。我相信这是我的命运，无论如何我都会走到这一步，即使像你希望的那样，让时间流逝。但是，耐心不是我的强项，我的心碎了。我还很年轻，充满激情和冲动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我的错误。这确实是一个错误，正如你警告我的那样，乔。但我直到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之后，才意识到，我必须承认，有一段时间，我非常困惑，无法确定我更爱谁，是你还是艾米。我试图平等地爱你们2个，但我做不到。当我在瑞士和艾米重逢时，疑虑一下子就消散了。
你们各自占据了应有的位置。我明白我在爱上艾米之前就已经不再爱你了。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爱你们，像爱姐姐一样爱你，像爱姐姐一样爱你，像爱妻子一样爱她。我请求你相信我的话，让我们回到从前我们刚认识时的朋友关系。我相信你，真的。但是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孩子气的我们了，泰迪。那些美好的旧时光永远不会再回来，我们不能指望那样。现在我们是男人和女人了，有各自的责任。玩乐的时代结束了，我们必须告别派对和恶作剧。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看到你变了，你也会看到我也不再是以前的我了。我会想念我年轻的朋友，但我会同样甚至更爱已经成熟的你，并且钦佩你。因为你会尽力成为我曾经相信你能成为的那个人。我们不能再像玩伴一样相处了，但我们可以做一辈子的兄妹，互相关爱，互相帮助。你不觉得吗，老李？他没有说话，但握住了他伸出的手，低下头几秒钟，感觉到从一段年轻激情的坟墓中如今萌生出一段美丽而坚固的友谊，这将是他们两人的福祉。乔不想让回家之旅蒙上悲伤的色彩，他用欢快的声音指出：“我很难相信你们结婚了，要组建一个家庭了。仿佛昨天我还在给艾米系围裙，在你取笑我们的时候扯你的头发。天哪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既然我们中有一个比你大，你就没必要像老奶奶一样说话了。”正如戴维·科波菲尔的保姆佩戈蒂所说，我是一个长大了不少的男孩。当你看到艾米的时候，你会同意我的看法。她是一个非常早熟的女孩。老李说道，看到乔摆出一副慈母的样子，觉得很有趣。你可能比我大，但是在感情方面，我成熟多了，泰迪。女人总是这样，而且这最后一年太难熬了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40岁了。可怜的乔，我们让你一个人承担了一切，而我们却在外面玩乐。你老了，我看到这里有一条皱纹，那里也有一条。你不笑的时候，你的眼神很悲伤。刚才我摸那个垫子的时候，发现它被你的眼泪浸湿了。你承受了太多，而且是一个人承受的。我真是个自私的畜生。老李懊悔地抓着自己的头发。乔把那个出卖了他的垫子翻了个面，假装出一种他并不具备的情绪，说道：“不是这样的，我有爸爸妈妈的帮助，孩子们也是真正的安慰。另外，知道你和艾米都过得很好，很快乐，也让我的悲伤更容易承受。有时候我感到孤独，但我想这对我会有好处，而且你不会再感到孤独了。”老李打断了他，把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，好像要保护他免受一切伤害。艾米和我离不开你，所以你必须到我们家来，提醒我们要善良，要分享一切，就像我们过去那样，让我们好好宠爱你。这样我们就能享受像我们这样的友谊所带来的祝福和幸福。如果我不是个累赘，我很乐意。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因为有你在身边，我的烦恼就消失了。你总是安慰我，泰迪。乔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，就像很久以前，当贝斯生病，老李给他支持时那样。他看着他，想知道他是否还记得那一刻，但是乔微笑着，好像事实上，随着他的到来，他所有的担忧都烟消云散了。你还是老样子，乔。你一会儿哭，一会儿又笑，你那是什么鬼脸，老奶奶？我想知道，你和艾米会怎么样？像两个天使一样。当然，一开始是这样，
但是谁说了算？我不介意承认，目前为止是他说了算，或者至少我让他这么认为，这让他很高兴，你知道吗？时间久了我们会轮流做主，因为他们说婚姻会平分权利，加倍义务。如果你继续这样，艾米会一直管着你，直到你生命的尽头。他做的那么巧妙，我想我永远不会觉得不舒服。她是那种知道如何驾驭男人的女人。事实上，我很高兴这样，因为她会像一团丝线一样温柔地缠住你，让你觉得是她在帮你。谁会想到，我会看到你变成一个怕老婆的人，而且还乐在其中。乔举起双手惊呼道。面对这样的暗示，老李耸了耸肩，带着一丝男性的嘲讽笑了笑，同时一本正经地补充道：艾米太有教养了，不会做那种事，我也不是那种会屈服于妻子的男人。我和我的妻子互相尊重，不会互相欺压或争吵。乔喜欢听这些，他觉得朋友新获得的尊严很可爱，但是看到他的小伙子这么快就变成了男人，让他感到一种悲喜交加的情绪。我毫不怀疑，艾米和你从来不像我们那样吵架。他是太阳，我是风的预言，而太阳知道如何驾驭男人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向你保证，他除了发光，还能让你脸红。老李笑了起来。要是你看到他在尼斯给我上的那堂课，我向你保证，比你的讽刺还要厉害1000倍。那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。我改天再告诉你。他永远也不会说的，因为再说他鄙视我，为我感到羞耻之后，结果却爱上了这么个坏家伙，嫁给了这个没用的人。真是卑鄙。好吧，如果他对你不好，就来告诉我，我会为你出头。我看起来需要帮助，不是吗？老李说道。他站起身，摆了一个滑稽的姿势，但听到艾米问道：我亲爱的乔在哪里？他立刻改变了姿势。全家都来了，大家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亲吻。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后，3位旅行者终于坐了下来，其他人则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打量着他们。劳伦斯先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康强壮，无疑是这次旅行中变化最大的人。他过去那种严厉的脾气已经大大收敛，他一贯的礼貌也更加精致，因此显得格外迷人。看到他对我的孩子们，他这样称呼这对年轻夫妇，微笑，真是太棒了。看到艾米对他那种充满爱意和孝顺的对待，完全俘获了他苍老的心，更是令人欣慰。但毫无疑问，最棒的是看到老李快乐地在2人身边飞来飞去，享受着这幅美丽的画面。梅格看到艾米，立刻明白自己身上那件衣服根本算不上巴黎风格。莫法特太太在劳伦斯太太面前会黯然失色，而她的小姐已经变成了一位优雅得体的贵妇。看到这对相爱的人在一起，乔心想，他们真是天生一对。我说的对，老李找到了一个美丽又有教养的年轻女子，她比我这个又老又邋遢的乔更适合他的家。而且她不会成为他的负担，反而会成为他的负担，反而会让他感到骄傲。马奇太太和她的丈夫微笑着，欣慰地点点头。他们看到小女儿不仅物质上富足，更拥有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——爱、信任和幸福。艾米的脸上洋溢着那种源自内心平静的甜蜜光彩，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别样的温柔。她过去那种冷淡和做作的神情，如今则透出一种充满女性魅力和令人无法抗拒的端庄。她已经完全抛弃了所有的矫揉造作，
而他一举一动中所流露出的亲切温柔，比起他新获得的美貌或旧有的优雅，更能增添他的魅力，因为这清楚地证明了她已经成为一位真正的淑女，正如她一直梦想的那样。爱改变了我们的小家伙，母亲低声说。他一直有一面好镜子可以照，亲爱的。马奇先生低声说，慈爱地看着妻子憔悴的容颜和灰白的头发。黛西的眼睛离不开她美丽的姑妈，像只哈巴狗一样紧紧地粘着这位奇妙的女士。德米则花了一点时间，才通过立刻接受叔叔阿姨们给他的贿赂，一个来自伯尔尼的诱人的木质玩具熊家庭，来表示他对这对夫妇的无条件拥护。老李知道如何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博得他的欢心。他对他说：“小伙子，当我荣幸地认识你的时候，你打了我一拳。现在我要求得到绅士般的补偿。”说完，这位高个子叔叔便开始摇晃，并弄乱他小侄子的头发。这种方式对他的哲学尊严造成的损害，几乎和他孩子般的心灵所感到的快乐一样多。天哪，他从头到脚都穿着丝绸，看到他这样打扮的漂漂亮亮的，真是太好了。而且大家都叫我的小艾米劳伦斯太太。老汉娜低声说，他一边摆桌子，一边公开地打量着新来的人。他们真是太能说了，先是一个说，然后另一个说，最后3个人一起说，试图在半个小时内概括3年旅行的趣闻轶事。幸运的是，晚餐时间到了，他们可以暂停一下，平静下来，因为如果他们继续那样说下去，肯定会声音沙哑，筋疲力尽。他们走进餐厅，那是一支多么快乐的队伍啊！马奇先生骄傲地陪着劳伦斯太太，马奇太太则幸福地挽着他的儿子的胳膊。年迈的绅士靠在乔的身上，在他耳边低声说：“现在，你必须做我的小女儿了。”他朝壁炉旁空着的角落瞥了一眼，乔嘴唇颤抖着，低声说：“我会努力的，先生。”双胞胎在后面蹦蹦跳跳，快活极了，因为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新来的人身上，让他们尽情玩乐。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充分利用了这种情况。他们偷偷喝了点茶，尽情地吃了姜饼，每人吃了一个马芬蛋糕，胆大包天到极点，还在口袋里藏了一个诱人的果酱馅饼。结果馅饼在口袋里粘得到处都是，碎成了渣。这让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人性和馅饼一样脆弱。由于偷拿馅饼而产生的负罪感，以及害怕被他们称为多多姑妈的乔，那锐利的目光发现藏在薄薄的巴蒂斯特布和羊毛布料后面的赃物。这2个小罪犯寸步不离他们没有戴眼镜的爷爷。艾米在亲友间周旋，最后挽着老李的爷爷的手臂回到了客厅。由于其他人也都成双成对，乔便独自一人留了下来。他利用这个机会和兴奋不已的汉娜聊天。汉娜问他：“你觉得艾米小姐会坐她自己的马车，用他们家那套漂亮的银餐具吃饭吗？即使她坐着6匹白马拉的马车，用金盘子吃饭，每天都穿着钻石和蕾丝连衣裙，我也不会感到惊讶。对泰迪来说，没有什么东西配得上他的妻子。”乔非常满意地回答道：“不能要求更多了。你想吃什么？肉末还是鱼？”汉娜问道。她巧妙地将诗意与现实结合起来。我都可以。乔关上了门，觉得食物不是一个适合此刻讨论的话题。他看着大家上楼。当他看到德米的苏格兰格子裤消失在最后一个台阶时，一股突如其来的孤独感攫住了他，强烈到让他泪眼婆娑地四下张望，想抓住什么东西。现在连泰迪也抛弃他了。
如果他知道等待着他的生日礼物是什么，他就不会对自己说，等我上床睡觉的时候再哭吧，现在不能情绪低落。他用手擦了擦眼泪，他男性化的习惯之一就是从不记得手帕放在哪里。当他好不容易挤出一个微笑时，有人敲响了前门。他迅速而热情地打开门，却像见了鬼似的吓了一跳。他面前站着一位魁梧的、留着胡子的绅士，他的笑容像午夜的太阳一样照亮了一切。贝尔先生，见到您真高兴，乔惊呼道，紧紧地拥抱了他，仿佛这样就能阻止黑夜将他吞噬。我也是，玛奇小姐。对不起，我想我打扰了你们的聚会。教授听到楼上传来谈话声和舞曲声，停顿了一下。不，这不是聚会，是家庭聚会。我们正在庆祝我哥哥和我姐姐旅行回来。请进，加入我们吧。贝尔先生是个有教养的人，他本想离开，改天再来，但乔关上了门，拿走了他的帽子，他根本走不了。也许是年轻姑娘脸上的表情起了作用，因为她无法掩饰这次相遇带给她的喜悦。她那种坦率的快乐，对于这位没料到会受到如此热情欢迎的孤独绅士来说，简直无法抗拒。如果不麻烦的话，我很乐意问候他们。你生病了吗，亲爱的？这个问题让正在衣帽架上挂外套的乔措手不及。贝尔先生没有错过年轻姑娘脸上神情的变化。不，没生病。我感到疲倦和悲伤。自从我们上次谈话以来，发生了很多事情。啊，是的，我知道了。我为你感到非常难过。他如此深情地握着她的手，以至于乔觉得没有什么安慰能比得上那温柔的目光和温暖的握手了。爸爸妈妈，这是我的朋友，贝尔教授，他说道，无法掩饰自己的骄傲和喜悦。毫无疑问，如果可以，他会在门口吹响号角，并深深鞠躬来宣布他的到来。如果我们的绅士对他的来访是否合时宜还有任何疑问，那么在看到这家人如此热情地接待他之后，这些疑问立刻烟消云散了。每个人都对他非常友善，起初是出于对乔的礼貌，但很快就变成了真心实意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因为贝尔先生带着能打开所有心灵的护身符，而这些淳朴的人们之所以更加热情和友善地接纳他，是因为他贫穷。贫穷能使超越他的人变得富有，并且是获得善良灵魂款待的可靠通行证。贝尔先生坐了下来，环顾四周，感觉自己像一个敲响陌生人家门，却被当作自己人一样接待的旅人。孩子们像苍蝇逐蜜一样围了过来，坐在他的膝盖上，翻看他的口袋，拉扯他的胡子，并以孩子般的大胆研究他的怀表。女人们交换着表示赞同的无声信号。马奇先生觉得找到了一个知音，与他的新客人热烈地交谈起来。约翰则在一旁安静地认真听着。劳伦斯先生也迟迟不肯离开。如果乔不是那么忙，他会被劳里的行为逗乐，因为他感到一种不自在，与其说是嫉妒，不如说是戒备。他一开始保持着距离，像哥哥一样审慎地观察着新来的人。然而，他的不信任并没有持续太久。贝尔先生不知不觉地吸引了他，他也加入了愉快的谈话。贝尔先生很少和老李说话，但他经常带着一丝怜悯的目光看着他，仿佛看到那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人，让他怀念起自己逝去的青春。然后他带着一种非常明显的意图看着乔。如果他看到他，他会立刻回答他无声的问题。但是乔意识到一个眼神可能会暴露他的感情，一直盯着他正在织的那只袜子。
那副样子眼帮一个典型的老姑娘。他时不时地偷偷瞥一眼，这就像给辛勤的行路人喝水解渴一样，让他焦渴的心得到一丝慰藉。因为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好兆头。贝尔先生不再心不在焉，而是热情洋溢，完全专注于当下，看起来比平时年轻、英俊得多。奇怪的是，乔没有像他以前认识其他男人时那样，拿他和老李比较，那样做对大多数男人来说都是不利的。贝尔先生看起来兴致勃勃，尽管他们谈论的古人葬礼习俗这个话题并不怎么愉快。当乔看到泰迪也兴致勃勃地加入谈话，父亲也听得入神时，他感到非常满足，心想：如果每天都能和这样的男人交谈，那该多好啊！最后，贝尔先生穿着一套黑色的西装，使他看起来像一位真正的绅士。他修剪了浓密的胡须，头发也梳理得非常整齐。虽然没过多久，谈话的激情又把他的头发弄乱了，恢复了他平时那种滑稽的样子。乔更喜欢这种样子，因为他觉得这样更适合他。可怜的乔，他坐在那里织着毛衣，不停地赞美着那个朴实的男人，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甚至连贝尔先生洁白的袖口上带着金袖口这一点也没有忽略。我的好朋友即使去求婚，也不会穿得更讲究了，乔心想。突然，一个念头闪过，让他脸红的把手里的活计都掉在了地上。他弯下腰去捡，好掩饰自己的脸。然而，这个举动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奏效，因为尽管贝尔先生正在谈论如何在葬礼柴堆上点火，但他却比喻性地扔掉了火把，弯下腰去捡那个小小的蓝色线团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他们的头撞在了一起，看到了星星。两人都红着脸笑着站了起来，却没有捡回线团，然后回到各自的座位上，希望自己没有站起来。由于汉娜负责哄孩子们睡觉，劳伦斯先生也回家休息了，晚会便毫无阻碍地延长了。大家围坐在壁炉旁，热烈地交谈着，浑然不觉时间的流逝，直到梅格确信黛西已经从床上掉了下来，而德米在玩火柴时把睡衣烧着了，才决定该回家了。我们又聚在一起了，应该像过去那样唱歌。乔提议道，他相信唱歌是抒发内心喜悦的一种安全而愉快的方式。并非所有人都到齐了，但没有人觉得这些话不妥或不敬，因为贝斯似乎就在那里，一个宁静的存在，虽然看不见，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真爱，因为死亡无法切断爱所铸就的牢不可破的亲情纽带。那张小椅子依然摆在原处，那个整洁的篮子里放着年轻姑娘因针线变得沉重而未完成的活计，也依然放在架子上。她心爱的乐器如今几乎不再奏响，也依然摆在老地方。最重要的是，贝斯那张宁静而微笑的脸庞，一如往昔美好时光，似乎正注视着他们，说道：要快乐，我还在这里。艾米，淡点什么？让他们看看你学了多少。老李提议道，带着一位老师希望看到自己学生出色表现时那种可以理解的自豪。艾米叹了口气，泪眼婆娑地看着凳子，说道：今晚不行，亲爱的，今天我什么也弹不出来。然而，他展现出的东西比他的技巧或钢琴上的才华更好。因为他用一种任何老师都教不出来的甜蜜唱着贝斯过去常唱的歌曲，这种甜蜜能以只有灵感才能赋予的力量触动听众的心。房间里一片寂静，当艾米唱到贝斯最喜欢的歌曲的最后一句时，她的声音哽咽了。那句歌词是：尘世间没有天堂治愈不了的痛苦。
然后她抱住了站在她身后的丈夫，感觉到没有妹妹贝斯的吻，她回到家就不那么完美了。现在，为了结束，贝尔先生为我们唱一首歌，乔说道，以免那充满痛苦的沉默持续下去。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，朝乔走了一步，回答说：“如果你和我一起唱，我们一起唱得很好。”这样的断言纯属善意的谎言，因为乔的音乐天赋和蟋蟀差不多。然而，即使他让他唱一部歌剧，他也会答应的。于是，他开始哼唱起来，顾不上音调和节拍，但这并不怎么明显，因为贝尔先生像个真正的德国人一样，唱得洪亮而优美，所以乔只是跟着哼哼，好听到那优美的歌声，那歌声仿佛只为他而唱。歌曲讲述了一个遥远的国度，主人公渴望与心爱的人同去，乔听得心潮澎湃，渴望回答那甜蜜的邀请，说他愿意在他希望的任何时候，与他一同前往那未知的国度。这首歌受到了大家的喜爱，演唱者害羞地接受了听众的赞扬。片刻之后，看到艾米戴上帽子准备离开，贝尔先生忘记了礼貌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因为乔已经把他介绍为自己的妹妹，没有人称呼这位年轻的女士为劳伦斯太太。然而，当老李宣称，我和我的妻子很高兴在我们的家里接待您，您将永远受到欢迎时，教授立刻明白了一切，并表现出如此的满足，以至于老李心想，这是他认识的最感激的人了。我也该走了，但如果允许的话，亲爱的夫人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我有点事要到城里去办，会在这里耽搁几天。教授在和马奇太太说话，但他看着乔。女儿用眼神表示同意，马奇太太则用言语表示了同意，因为与莫法特太太的想法相反，她并非不关心女儿们的利益。他看起来像个聪明人，马奇先生心满意足地从地毯上评论道。最后一个客人离开后，我相信他是个好人。马奇太太一边给钟上弦，一边补充道，表明了他对教授的坚决支持。我知道你们会喜欢他的。乔在道别上床睡觉时，只说了这么一句。他想知道贝尔先生究竟有什么事来到城里，最后断定他一定是获得了什么奖项，而他出于谦虚不愿提及。如果他能看到他回到房间后，凝视着一幅画中年轻女子，神情严肃刻板，头发浓密，目光仿佛迷失在暗淡的未来中的表情，他大概就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了。他心中便再无半分疑虑了。